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赤影战士，也就是水上魂斗罗的加强版。这个加强版本呢，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。那我主要是采用了超级长的刀光以及无限跳。超级长的刀光要注意，游戏的初期，咱们的攻击的节奏和原版不一样，要稍低一点。所以说刚才就被一个小兵碰到了。另外，这个无限跳在一些场景的时候，如果你跳得太高，默认是从屏幕的下方上来，这样就等于你掉到坑里了。所以说有些场景呢不能跳得太高，要注意稍稍高于咱们的屏幕就可以。这个刀光在咱们吃到了武器之后才算是正式的好用，默认的实在是不成，因为攻击的频率比较低。好吧，这个 BOSS 从来也没见过在空中飞的呀。所以说大家想一下，它的攻击距离非常的远，再加上可以在空中漂浮，那这就等于是空中魂斗罗了，对吧？这两个特性决定了在一些版面、一些场景可以使用特殊的打法。这个需要玩家在游戏的过程当中自己去开发一下，毕竟它有新的特性。老的游戏呢玩出了新的玩法，这也是很多改版的意义所在。我玩改版的话，不太喜欢那种为了改而改的，而是喜欢这种改出一些新意的，让你有一些新的玩法。这里差点被击落呀！那跳起来打这个隐藏的雷就有点困难了，因为无法给自己定位啊。好了，咱们直接飞走。我都没用跳这个词啊，用的是飞。这样还有4发雷，4发雷的话打这个 BOSS 绰绰有余了。睁眼就没了。第1关过关。啊，这个刀光是真的长。这才是我的人设呀！游戏的流程是5关，但是每关的小关卡数不太一样。这个游戏我记得小的时候要玩半个小时左右，怎么现在不管是这种改版还是原版，不到20分钟就通关了，非常的快。我不知道小的时候和小伙伴联机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技巧啊？就是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两个人站在一起，然后再把箱子打开，这样能吃2份。这个场景不太有利于咱们无限跳。哦，这个刀光真的长啊，超级好用。捡道具之后有短暂的无敌，在一些场景的时候有用。我记得我的这盘卡带是一个8合1，我也见过有4合1的，但是这个游戏不会出现在太多的合集的里面，比如说什么64合1啊、52合1等等。那里边一般都是小游戏，这种呢就可以说是大作了。这就直接跳过去了。大作的话，很多8强的卡带当年是非常好玩的，赤色要塞、魂斗罗、绿色兵团等等。还有《西游记》、古巴战士、怒3代。另外呢，我记得热血的卡带也非常值钱，热血系列。再就是所谓的文字卡、智力卡了。
咱们拿着手雷来的，打他太简单了。下边的那门小激光炮都没有清。打这个 BOSS 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，就是你来了之后第一下跳不起来，跳不高，但是咱们有无限跳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三关这个版面非常的长，超级长。好吧，在楼下就把它清掉了。撞的头当当的响啊！我前一段日子给大家录制了 GB 版本的《忍者龙剑传》决战摩天楼啊，那款游戏本质上就是本作的续作了。有很多小伙伴也问我说，大叔为什么水上魂斗罗也就是赤影战士没有续作？这么好的游戏竟然没有续作？那实际上 GB 版本的忍龙决战摩天楼就是它的续作，就等于换了一个皮啊，实际上它就是赤影战士。所以说大家现在玩忍龙的话，就等于是它的精神续作吧，它的很多的元素已经融入了忍龙。当年太多的游戏没有续作了，有些呢就像本作一样啊，把大部分元素融入了其他的系列，但有些呢实在是你是看不到影子了。赤色要塞、绿色兵团根本就看不到玩法相近的游戏了。当年街机上有一款叫雷狐战士，我感觉特别像绿色兵团，还以为是绿色兵团3代呢，因为街机上还有绿色兵团的2代。但是雷狐战士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有血量，默认的武器也是一把小匕首，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开到载具。但那个时候对游戏的系列没有什么认识啊，就觉得可能吧，可能是绿色兵团3代。有机会给大家录制一下那个游戏啊，流程也不长，10几分钟也就通关了，场面还算火爆吧。转眼就4关了。4关也是流程比较长的关卡啊，这个地方比较利于咱们跳啊。直接走了，这里跳就要注意，不要跳得太高，跳得太高就默认咱们掉到坑里了。我感觉有点拖慢了，敌人太多。好，这过来了。这里由于活动块刷的太多，导致这第一门小炮的炮都没有刷出来。你看它不是被打爆炸的状态，它是这2门炮没有刷出来。这个现象很奇妙啊。小时候玩这儿呢，都是用手雷来清这些小炮。在这里呢，咱们有超长的刀光。等一波。哦，连下边的扛炮的小兵都清了。本关的 BOSS 呢是一只鹰，打他的时候咱们可以跳到空中去打他，看他掉不掉血，这个需要验证一下。我争取在空中把他击落，这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场景。没有小伙伴小的时候玩这个游戏在空中把它击落过吧？就是它飞得最高的时候。
应该是没有办法。如果你留这种跟踪的手里剑的话，只有20发打不死他。这种机械螃蟹啊，这个场景呢可以发挥咱们的优势了，就掉到坑里之前都可以跳上来了。好，从这儿走。这个地方还不是很好跳呢，我一般都是利用这个台阶卡半个身位，把人物卡上来，往这个雷捡着。好，炸了他，走人，这样打 BOSS 了。咱们有4发雷，4发雷能把它清掉。第一形态，这个鸟落下来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打到它的。看啊，好，咱们在空中可以打到它。但是呢，这个 BOSS 如果你无限跳打它的话，有一个 bug， 就是它飞扑你之前，你还和它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话，那它就横着扑你。横着扑你的后果就是它再也不会回来了，然后你就卡到这儿了。好的，在最高点把它击落了。这个打法也只有这种无限跳的版本能够实现。5关了。5关1的流程也是比较长，游戏的前面的关卡流程不算长。哦，那是螃蟹吗？都已经跳到障碍物里边去了。这个地方我怂了一波，其实可以刚才一鼓作气冲过去的，差一步呢，后面就每一次都差一步。一步赶不上，步步都赶不上。哎，这只前面啊有雷，所以我没敢走过去。看这个货啊，闪避点满级了。好，终于把它清掉了，这样咱们就可以直接跳过去。这个雷炸了之后，地面还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个游戏当年的细节真的做的是很不错。直接飞过去了。这里也是，不要飞得太高，你稍稍高于这个屏幕就可以了。太高的话，也是认为你掉坑里了。5关2了。5关2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后面向上升的这里，难度不高，但是呢，它是一个强制的卷轴，就很多打速通的小伙伴对这里是深恶痛绝啊。往前一点，感觉打不死他。好了，到了这里。到最上面就是本作的最终 BOSS 了。这个场景起码1分半钟，我感觉。好，扔出了好多手里剑，导致屏幕拖慢了。对面那个也能清，这就是超长的好处。看我用的是鞭子啊，这个鞭子超级长。这个游戏很多小伙伴喜欢用刀，但我从小玩这个游戏我就喜欢鞭子，就一直用到现在。
但是原版的话，刀光确实比这个鞭子的攻击距离要长，不过呢，它没办法向上攻击，斜着方向都不成。所以说，两个武器还是有各自的优缺点的。两个人玩的话，可以每个人使用一样武器，这样很多道具也不会浪费。好，跳上来了，最终 BOSS 战。这个 BOSS 变身的时候跳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咱们可以给他一下，占个便宜。好，能打到啊，能打到。动作也很快，攻击很难躲。很多小伙伴还是尽量打无伤。你相比一下，我就是实用主义者呀，通关就成。打法上咱们有变化，因为攻击距离非常远，你不用和他近身打了。红了，红了！哈哈，我会跳得高啊！跳得高他就没办法了。好的，干掉通关。最后呢，咱们放两个超杀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赤影战士浮空版本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